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玩虎先生。那今天这一期我们要来看看 PCB 板材的上游，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铜箔基板。那这个股价当然已经是飙很高了。那最近来看的话，它是持续在创高。铜箔基板俗称就是 CCL， 等于是 PCB 的一个上游，那就是在做成 PCB 这个板件之前，它的一个基底，那它就是线路通电的一个部分。所以在通电上的话，线路的一个串接，还有一个电流的跑动，那这个铜箔的材质就相当重要。那随着时代演进啊，然后还有电子产品的一个进步 ，AI 需求的爆发来看，市场的一个关注度都会是相当的高。今天可以看看像是铜箔基板，我们把它分成2集，第一集上集的话就是分成做铜箔这方面的一些公司，那下集的话就是专门做 CCL 铜箔基板压合的这些公司。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演进，还有我们在投资的话要看哪些部分呢？那主要是以产业面去讲，让大家知道就是它主要是在做什么，然后它更新到哪一些代数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它的科技的一些演进，然后还有它目前跟 AI 相关的一些供应链的切入的状况。那就开始吧。铜箔基板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先用英文的全名去看，它是 Copper Clay Laminate。Copper 就是铜 ，Clay 就是包覆 ，Laminate 的话就是它的层压板还有基层板的，它就是一个板材的概念。那我们可以用它的一个原料来看。那原料部分的话，我们可以先看到的是玻璃玻纤布。现在这个画面上的这个 Nitobo 就是日东方。再来，它中间的那一层，一个把玻璃纤维布还有铜箔粘在一起的，就是叫做树脂。我们也称它是 PP 的概念。再来是铜箔，最外面这个铜箔。用比喻来看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汉堡的概念，就是上下层都是汉堡的面包，那中间的玻纤布，也就是玻璃纤维布，它就是肉，然后中间的粘合的一些酱汁粘在一起，就叫做 PP 的一个粘合层。那通常它就是树脂跟一些催化剂，甚至是以硬化剂去把它粘着在一起，然后去做压合。那压出来的东西就是叫做铜箔基板。那我们可以看看，像铜箔基板的一个概念，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架飞机的一个骨架。那它的骨架坚硬度是怎么做成的？那比如说可能是树脂啊、催化剂这些东西，让提供它是一个支架。那飞机最主要的一个结构就是从这边去看，然后它在最初的有一些隔间啊，还有它的设计啊，属的一个表皮，你可以这样去思考啦。那它应用科技的部分，就是在现代高端的一些应用嘛。那这只是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比喻图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再往下看，那它是 PCB 的板材的上游嘛？那所以说 PCB 板材之后去蚀刻出来，然后出现的电路就是 PCB 板会成的一些过程。那你可以想象，就是豪华客机中的一个隔间，还有驾驶舱，还是洗手间，还是经济舱，还是豪金舱、商务舱、头等舱去怎么去分配？还有就是像是空姐、空少他们休息的地方啊。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可能它上面又是 IC 啊、被动元件啊、电阻元件啊这些东西，都会是很好的一个 PCB 的一个过程。它等于是装潢上的东西，就算是安装上去的东西吧。那讲安装好像听起来很简单，那其实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学问，然后还有电线怎么去刻，会让电路板有更好的一个使用方式，高速效能、伺服器还有电脑。这些东西都是它的一些产品，那甚至我们现在讲的一些低轨卫星啊，还有通讯，还有医疗器材、家电这些东西，都是它发展的一些产品。那也等于说，其实有 PCB 板，就是所有的电子零件上来看的话，
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一个 PCB 的一个板材，不管大或小，会是需要的。PCB 上的一些，像这些，你看它上面就是有钻孔啊，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讲的一些隔间啊，就是电路线路怎么跑啊，然后还有一些电阻要安插在哪里啊，还有载板的部分要装在哪边啊，像它的一些 IC 导体要放在哪边啊。好，那其实我们今天分成2集的话，上集的话就是来讲，就是铜箔这个产业，它其实分成的部分有压延铜箔跟电解铜箔。那我们先讲电解铜箔好。电解铜箔的话，它比较像是在 PCB 的一个板材上的一个运用，那它会比较稍微的比较有更多的一个隔间，那它的延展性没有到这么的好。像我们看这边的右下角，这里的工业领域，然后还有这个高阶运算的航太，然后它甚至是低轨卫星。那通常车用板通常都会比较重一点，然后它也比较沉一点，因为毕竟它是放在车上的。那车上的东西，其实它的一些电解的一些铜箔就可以做相当的实用，这样子。铜箔它其实有一些凹凸，那通常是凹凸稍微比较粗了的话，就代表说它的铜箔的电阻会比较强，也就是说它会耗的能会比较多，那效率上会比较差。那要看你的终端产品是什么。那现在已经就是到 AI 的一个伺服器的方面的话，它的传输当然是要很高规格，所以说它的铜箔会做得更细致、更平滑、更平顺这样子。这边有一个叫做压延铜箔，压延铜箔的话，它通常就是体积比较小，那它的终端产品会是脑啊，或是手机，或是我们戴的蓝牙耳机，这个部分会比较体积比较小嘛，那它也比较轻，那它比较软一点，它就不是软板。那这边写的 FCCL 就是软板的意思。它这边最主要讲就是压延的铜箔，它的就是软性的铜箔基板 FCCL。那它的比较弹性的，那也比较可以弯折，那是现代就是精密装置的一些核心。那刚刚提到的就是手机啊、穿戴式装置啊、电脑跟平板。车用电子的话，它是讲的就是比较像是萤幕端这方面的感测器，那它坐在它的后面，而不是整块车用的一个电子板全部都在上面，所以说是有一些区别的。那我们也可以想 AR、VR 眼镜，最后也有可能都是走这个软性的铜箔基板。那所以说它的应用方面其实真的是相当的广泛。那这是我们讲的最上游的一个铜箔。那铜箔它的制造就是你可以看到，就是它这边就是调和一些配方跟混剂，那就是要让这些玻璃的纤维布然后进到里面去，然后最后一个 PP 的粘上去之后，然后在最后这边去做高温的一个压合。那你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汉堡概念嘛。那顶层就是一个顶层铜箔、底层铜箔，然后中间的 PP， 也就是树脂的方面去做一个压合，压合出来最后出来的成品就是通常都很大很沉。虽然说铜箔听起来好像很小，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这样子，那这一块其实很大很重哦。它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的。讲到铜箔基板，那铜箔基板它最一开始的上缘的一个原料就是铜箔，那铜箔最上面就是铜嘛。那我们讲铜箔这一层，它通常都是比较重要的部分，因为等于台光、台药还有这些铜箔基板的这些大厂，那他们在生产铜箔基板的时候都会要用铜箔，那铜箔的厂商就显得相对重要。那通常现在的电器已经用到的铜箔的 level 等级已经算是比较高的，像这种几乎没有粗糙制作的一个表面，它就是要 HVLP。那这个等于是铜箔 F1 赛道等级的一个防滑跟吸震啊，那是一个比喻。那铜箔的一个高性能，满足高压电，然后还有低轮廓的一个需求设计。然后在高阶电子产品中，它特别是 AI 的运算啊，它的电器的性能可以保持一个高速的运载，然后还有稳定性跟效率。那这个对于就是现在 AI 的伺服器还有 PC 要处理大量的资料，还有高速运算是相当重要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它目前的话，其实
比较重要的3个部分 ，HVLP3。它对应的就是 PCIe 的 Gen 6，像是 Intel 跟 AMD， 它要跟 CPU 啊、GPU 去沟通，那通常都是一般对接的一个资料中心，都是会用这个档次的铜箔去做制造。那我们就越往顶尖科技走了。那现在的话，走到这个第4代的话，它支援就是 PCIe 的 Gen 7、NVLink 的5，还有更多的一个 GPU。跟 CPU 之间的协同，还有跟储存空间的一个调动，包括记忆体啊，我们曾提到这个 HBM 啊，还有真正储存的一些 SSD 这方面的。那现在就是 NVIDIA 的一个 Blackwell 跟那个 Hopper 的架构，它都是已经算是目前的顶尖的一个 AI 的伺服器嘛。那最后的这个 Vera Rubin 的话，它就会更往上去锁定这样子，等于就是顶级 AI 伺服器的一个核心晶片的一个基板的一个架构。那它上面的电流可以跑的一个超高速的网络交换器这样子。那在近一代，这个就是更难的第5代。那通常我们讲到第5代，就是通常跟 UA Link 这个 1.0 去做配合，那也就是光跟铜之间的战争。那基本上光跟铜之间的话，光是当然会更快嘛，然后有光的一个收发模组，那最后就会走到这个 HVLP5 这个协同这样子，那也就是它封装的光学 CPU 这个光通讯的一个部分。那这个是比较未来性，因为毕竟科技公司他们就是要很多的验证。那刚刚3、4、5代，其中3、4代其实就是以现在来看就是很先进，那真的走到第5代的时候，因为它已经用的是光学的一个模组，那最后在跟一些 AI 巨头，他们都已经切入在研发的这方面。你看像是 AMD、Intel、Meta、Google 这个方面，基本上这一些都是算科技巨头嘛。那他们组成一个联盟，就是要用这个方式去，有点像是突破 NVIDIA 嘛，就是用光的这个方式去做未来的一个光通讯的一个板子这样子。说到铜箔基板上面的铜箔的话，日本有2间公司专门在提供这个高阶的铜箔，那像是三井金属还有古河电工，你可以看他们的股价，今天是我做的这个节目当下已经是7月5号，等于是7月3号的一个收盘价是38,740日币一股。那其实它很早就在发展这种就是铜箔的事业，那这个铜箔事业也是算是他们其中一项的主力产品。我觉得在日本，它这种技术都是相当的强，所以台湾都会跟随着他们有走过一些验证这样子。然后再来是古河电气工业，这个公司它也是专门像是铜箔啊，或者是还有一些化学药品的这些材料商啊。那等于是他们这些材料在高科技或是半导体或是像 PCB 板业这些来说，他们做化工类的一些东西的话，然后都做得很好。那包括这个铜箔也算是他们的其中一项产品，他们不是只有做这个，而是有做很多这样子。那台湾的公司比较单纯一点，好，例如这个8358的金居，那这个是李思贤董事长。那它就是少数具备就是 HVLP4 量产实际通过这3大厂家的验证 ，NVIDIA、Intel、AMD 3个平台。那他们市占量来说，以台湾来讲，他们还是最大的。那现在也是有一点供不应求，很多厂商都需要他们的产量这样子。然后再来是荣科，荣科等于就是跟随在金居后面。那它现在就是已经发展到 HVLP3到4代，那目前都在送样的一个阶段。他们的认证慢慢通过的话，也是要往 AI PC 跟 AI 伺服器，未来是要以更高规格去推进。那这个2间公司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。虽然说现在股价真的是稍微有点高啦，那我觉得它股价高的话，可能还会有更高。那以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，台股真的是也目前是高位了，所以大家要进场的时候，还是稍微思考一下，它现在到底是不是进场的一个时机啊？那因为荣科它是最近好像有慢慢转亏为盈的一个迹象，我觉得它之后的爆发性来看，应该会相当的不错。好，那再来就是长春石化，长春石化也是专门在做铜箔，但它
跟古河的感觉比较像，它其实做东西很多，它不只是印刷电路板、材料化学原料、树脂、成型材料、薄膜、半导体这些它都有做。那铜箔这方面它也是有做的，只是说比较遗憾是长春集团好像没有特别可以投资的一个方式啊，它好像没有特别去募资。以前我刚查一下，好像是有，可是它目前好像是没有可以买的一个方式。所以说我们可以聚焦在，如果以铜箔来看，就是聚焦在这2间公司。那虽然说金居的股性稍微有点差，常常被抓去关紧闭。那荣科的话是未来可以看看，因为它最近的爆发力也算还不错。那上个礼拜我也冲到100多块的一个涨停板，我觉得这2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那日股的话就是这2间，那也都是近期的高点了，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就要直接去买，反而可以再观察一下。因为毕竟我们要居高思维，那这是我们的一个上集的部分。那上集的部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一个感想？那我觉得铜箔基板的铜箔来说，其实它就是容易被怎么说卡脖子的状况吧，因为它常常就是它会缺料啊。那现在的料就很重要，料如果一卡住的话，很多东西就会跟着涨价，那他们的获利有可能会再继续往上拉，那也会跟下游的厂商，就是我们下集之后会谈的，就是铜箔基板，然后还有是台光、台耀、联茂这3间铜箔基板公司，最主要在做。对于这3间公司来看的话，其实铜箔基板它之后的一个需求量只会越来越高，那只是说现在的点位比较高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，但是也不要预测高点，但因为高还会再有更高嘛，所以我觉得大家稍微观望一下，然后如果有回档的话，可以适时买一点啊。那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最后，那今天这就是跟大家先介绍铜箔这方面的材料的公司的一个介绍，包括铜箔它的上游的一个铜箔基板的上游就是铜箔，那他们的产品的应用端啊，还有说它是最后做成什么样的产品，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。你觉得就是铜箔这方面的话，未来像是金居还有荣科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再买吗？还是说它在未来日子搞不好需求会不会因为 AI 最近的一些疑虑而全部转弱呢？那我个人是看的是应该不会转弱的这么快，因为毕竟它的需求还在那边 ，AI server 的一个伺服器的需求，还有它的供给面都还在上升。那我们可以从台积电就可以看到它的扩厂还在持续，所以也代表着 AI server 的一个伺服器的需求，包括记忆体的这个量呢，都是相当缺货的。铜箔基板这部分的话，算是比较产业中它比较算是前面的一个位置，所以说它的铜箔如果真的被卡住的话，或是铜箔基板它的东西做不出来，或者它产量够的时候，其实会冲击到就是价格，所以说在未来它的价格可以期待的，只是说就是台股比较处于高点，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，那未来在进场时机要怎么挑选会是更好的。好，那这集就到这边。你觉得铜箔这方面的话，你会有兴趣去了解之后的铜箔基板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吗？还是你觉得它就是目前都已经太高点了，无法再进驻了？好，那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这集上集就到这边哦。那下集我们会跟大家介绍铜箔基板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